大家好，今天是9月24号，美股最近是吃了泻药，但是比特币价格就是不跌。那我的观点维持不变，这一波上涨的行情估计级别会很大啊。昨天已经给大家吹风了，你尽量在低档的位置重仓出奇迹，不要等到涨到高位的时候，到时候要来找，哎呀，要买这一个还是要买那一个，有可能是不是高档要出转折了？那今天视频再来讨论一下。这个位置它为什么不跌？利空不断，美元指数在创新高，美债的收益率也在创高，美股是一直在狂泻，但是有发现金鱼是在买入啊。包括4个小时的比特币现在是有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以及它的1个小时跟4个小时的丝绸线也是有走好的迹象，或者是我们再配合日线的双金叉的结构，有可能这一波的行情就是要复制去年7月份大涨的走势。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，必然 OK 永久返佣20%，或者是白北的新的邮箱注册，不用验证。那么来看一下价格吧，它现在是插了一个这么深的针，我也是没想到昨天4个小时给了一个支撑位，我现在是学聪明啊，你在这个位置做多，不然不用设止损了。1880我是没想到破，那现在4个小时其实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头肩底的形态，我们画标准一点吧。就这一个左肩的位置，它是比这一个右肩要低啊，头的位置是更低啊，而且这边是有大量。那短期我们观察一下，现在价格上来，而且是不断的利空在锤炼啊，底部的位置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不断的利空在锤炼，下不去。那这个平台如果能翻上去19600，你去上看一个平台20800这个位置，就是前一波在23K 高点的位置，这边是单根直接瞬间跌破。这个20800是短线这个位置有可能是会有一个压力位，但是我整个中线昨天开始已经跟大家讲，你尽量报波段，有可能这一波的波段日线级别我们再观察一下，会复制去年7月份的整个行情走势。就在这个位置，它是美联储在加息出了一个多方的吞噬，然后再配合近3个月的整理区间吞噬塔形底，吞噬晨星，然后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拇指线，这边也是一个吞噬啊，然后这个位置是有一个插针，又出了一个吞噬，都是成片的5、6、7、8根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。正常的下跌，它一般像这样子跌跌跌，每天的收盘重心都是在下移，所以有这种多方抵抗的 K 线组，单根出来之后，第二天有抵抗，说明这个位置有可能就是有主力在这边吸货。那我们如果去观察去年7月份的这个位置，它当时吞噬完是怎么启动的？就是因为前面是横有多长，竖有多高，而且这个横盘的位置是比这一次还要短啊，里面也是有好几个多方的 K 线组，这是一个插入线，这是一个多方的吞噬，然后晨星，这也是一个拇指线抵抗啊，第二天马上抵抗，为什么不继续跌？重心慢慢的不断下移，然后这也是一个拇指线，为什么重心不下去？所以有可能这一波行情，我的观点是跟去年7月份的这一波是同等级啊。至于要买什么品种，有看我21号的那个视频，后面的讲到的几个山寨币，到今天是不是全部都是在大涨？有讲到狗狗币，也有讲到 Link， 也有讲到那个瑞波，所以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。狗狗币前几天在跟大家讲到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就是因为很多的币种都是在走筑底的结构啊，横有多长，有可能就是竖有多高，这整个区间都是近半年120天的一个整理区。现在上来的话，反正思路是这样子啊，你尽量给我抱住啊，不要随随便便就下车，特别是现货这一块，能抱多久抱多久，抱到什么时候比特币来到高档有迹象的时候。那昨天我给大家讲的一个位置，有可能这一波就是因为它这个楔形估计要回到这个位置，甚至去挑战这个29K。那我们可不可以再配合其他的形态，比如说日线级别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把这个关掉，就是当时在这个位置破低的时候，一个低点、2个低点、3个低点，但是 MACD 指标是在背离。那我们再观察一下，现在是已经开始要走出双金叉的结构 ，KDJ 已经早就金叉了，那这个 MACD 它下不去，这边而且是有背离要金叉的话，如果是双金叉，那就是尽量做多啊。那我们再配合4个小时的瀑布线啊，瀑布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上一波的一个形态，就是
25K 下来，这边是整个瀑布线全部都是空翻的排列，空翻排列，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它这边测了一次这个最红色的60 MA， 这边也测了一次，这边也测了一次，那后面它就有一个扭转，整个这个瀑布线啊扭正了，但是后面又下来，我们再观察一下这一波空翻的排列，它这一个加息的位置测了一次，然后昨天的高点又测了一次，所以不排除这一次短期看估计会不会扭正啊？思路就这样子，有可能就会上去，因为1个小时已经扭正了，你可以观察一下，1个小时的瀑布线已经是扭正，那我的观点就是尽量做多啊。那还有我们再观察一下利空是不断。美元指数是非常的强势啊，对比特币来讲，它就是反向的走势，但是比特币也不跌，现在是非常多的利空，包括美股吃了泻药，还有美债收益率10年期都是在高位，但是比特币不跌，我的观点反正就是这样子嘛，有可能就是利空不断在锤炼，方向是要往上去看啊。包括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最近金鱼的持仓数量，其实有发现排名第3的金鱼，自1周以来也是不断的在买入，那还有没有其他的金鱼？我是有看到，大部分都是在买入啊，卖出的话是很少。还有我们可以看一下下方，比如说22档的，发现的一个现象就是，基本上金鱼都是有在做买入的动作，特别是这31档的，近1周以来也是买了1万多枚啊。观点就是这样子吧，有在这边买入的话，你尽量持有为主啊。就给我抱住，不要随随便便就下车，有可能这一波真的会出一个大波段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。